试想一匹烈马冲进火海，嘶鸣挣扎之后，竟然带着满身伤痕冲出了火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泰国预言家普莱眼中2026年的缩影。普莱何许人也？这位被称为神婆的泰国通灵师，因曾准确预言2025年缅甸强震而名声大噪。他自称并非算命师或占星师，而只是个替灵界翻译讯息的人。最近，他透过访谈分享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惊人预言，引发各界热议。更巧的是，2026年正逢60年一遇的丙午马年，俗称火马年，在东方文化中一向带有动荡不祥的意味。上一次的1966年火马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再往前推60年的1906年，旧金山发生特大地震与火灾，整座城市化为灰烬。火马之年往往伴随烈焰与巨变，而普莱今年的预言正好印证了这股宿命般的不安。那么这位神秘的预言家到底看见了什么？谁会在这一年鸿运当头？谁又必须战战兢兢？他口中的神秘代号 JIT 指向哪片最凶险的土地？潜伏在暗处的全新瘟疫和隐形战争又将如何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我们将一口气看完普莱对2026年的全部预言，深入探索其中玄机。首先来看看普莱对12生肖运势的提醒。在2026年，有的人运途光明，也有的人挑战重重，每个生肖都有需要注意的重点。属鼠的朋友，今年对你们来说是高风险的一年，压力特别大，家中长辈可能容易生病，你得分心照顾，自己的身心状态也容易被拖垮，情绪起伏明显，一有突发状况，务必先稳住自己，切勿惊慌失措。由于生肖鼠与流年马正冲，整年意外与变数都偏多，凡事务必要小心谨慎。属牛的朋友，今年运势比前2年明显好转，特别是在工作上。如果之前和上司有摩擦，或者正想跳槽，不妨先按兵不动，因为情况会逐渐改善。今年整体运势在慢慢打开，许多停滞的事开始有起色，生活步调也趋于顺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很适合购车置产等重大采买，你若一直想买辆新车，这可能就是时机。属虎的朋友，说话是你2026年最需要小心的课题。感情方面，很可能只因为一句话就出现裂痕，在人际沟通时，务必要克制自己的嘴，尤其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切忌三思而后言。今年你的言语杀伤力格外强，一句脱口而出的气话都可能造成长久的遗憾，所以务必要冷静，管住脾气。属兔的朋友，今年最大重点在健康，特别要注意心脏和胰脏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病，或者正面临重要医疗抉择，一定要多咨询几位医生的意见，不要草率下决定。今年身体是你事业与生活的基础，一旦健康出问题，其他计划都可能被打乱，所以务必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上心。属龙的朋友，今年你的感情和财运都有亮眼表现，不过财富多半来自过去，例如追回积欠款项，获得理赔金，或者重新启用闲置的旧资源。今年属龙者会非常忙碌，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是属于劳碌奔波才能开花结果的运势。虽然最后能收获成功，但过程真的很累，可能长期睡眠不足，切记再忙也要注意休息，身体垮了就前功尽弃。属蛇的朋友，今年要特别当心双腿和意外伤害，靠近车轮、机械设备时务必要多留神，因为有被割伤、扭伤，甚至跌倒骨折的风险。今年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安全2字，开车骑车不要疲劳上路，从事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护，只要守好安全关，其他方面其实都在可掌控范围内。属马的朋友，2026年是你的本命年，与太岁犯冲高达 85%， 冲击很大。这一年对马族而言可说高风险、高压力，但同时也充满了新机会、人脉和转机。重点在于学会筛选，凡事放慢脚步，切忌盲目冲刺。由于整年运势起伏不定，情绪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属马的人今年脾气特别火爆，说话容易口不择言，一不注意就得罪人。另外一定要留意睡眠和健康，
千万别熬夜和过度应酬喝酒，否则只会把自己拖垮。在风风火火的本命年里稳住心神，你才能化险为夷，闯出新局。属羊的朋友，2026年请先照顾好身心，你可能经常感到疲惫没精神，意志力下滑，建议先检查一下是不是长期久坐、缺乏运动或生活习惯不佳导致的。如果是，赶紧改善作息，多活动筋骨。今年属羊者的运势关键在于调养生息，把自己的状态养足了，才能迎接下半年的发展机遇。属猴的朋友，对你们来说，离家越远，财运越好。今年若有出国、外派工作、跨城市长途通勤的机会，不妨大胆尝试，奔波反而能带来可观收入。感情运也不错，甚至有机会经营远距离恋情，网络邂逅或异地情缘，都可能开花结果，成就美满姻缘。今年就是要走出舒适圈，天地辽阔，财源广，缘分说不定也在远方等着你。属鸡的朋友，今年与太岁有约3到4成的犯冲，要注意的有2点，一是意外，二是口舌是非，各种小擦撞、小意外可能增多，所幸多半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真正要小心的是小人以及感情和人际中的第三者。简单说，提防人为的暗算与背后捅刀。感情上留意有人横刀夺爱，工作上当心有人暗中扯你后腿。今年属鸡者要管好自己的嘴，也看紧身边的奸邪之人，这样才能逢凶化吉。属狗的朋友，今年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特别注意痛风、腿部水肿、血脂偏高等问题，一定要调整饮食，多喝水，多运动。平时可以定期检查身体，有状况及早治疗。今年不排除有住院或长期服药的可能性，因此千万别大意，养好身体，自然福气来。健康平安就是今年最大的财富。属猪的朋友，去年的诸多阻滞与卡关，到了今年将逐渐化解，整体运势会越来越顺利，尤其是贷款审批、资金筹措这类烦心事，3月之后会明显变得轻松。若你有创业开店或租赁店面的打算，今年很可能找到理想的门面，特别适合从事饮食相关生意。有汤有面的类型最旺，像是卖拉面、牛肉面或各种热腾腾的汤品都很不错。今年属猪人可以好好把握时机，把去年延宕的计划付诸行动。总的来说，今年属龙、属猴、属猪的运势相对亮眼，有望忙中得财，苦尽甘来。而属鼠与属马的朋友则要格外谨慎。一个与太岁正冲，一年之中变化多，风险高；另一个逢本命年，各种挑战接踵而至，实属不易。当然，运势不佳时更加需要保持乐观与耐心，提早防范潜在的问题，也就能将坏运影响降到最低。了解了个人运程的起伏，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整个世界，因为普莱对全球局势的预警远比个人运势要严峻得多。普莱提醒，2026年的旅行和国际安全隐藏着不寻常的危机。去年年底，他在泰国的一场节目专访中抛出一个神秘代号 HJT， 呼吁大家在2026年上半年最好暂时避免前往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旅游。一时间，此番言论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化身键盘柯南，猜测 HJT 代表哪些地方。有人说 H 是夏威夷或香港， J 大概是日本或印尼的雅加达， T 则被解读为台湾或泰国。甚至还有熟悉机场代码的人发现，蒙古国呼吉尔特机场的代号正是 HJT， 让这个谜团更加扑朔迷离。然而到了今年1月，普莱更新了说法，他接受香港媒体访谈时特别说明，之前提到的 HJT 其实是指去年的情况。至于2026年，需要特别留意的会是 JITP 这4个字母。换言之，有4个名称以 JITP 开头的国家在今年格外需要避免或慎行。虽然他没有直接点明是哪4国，但不少人猜测这可能指向西太平洋附近的几个国家。J 很可能是日本， I 或许代表印尼 Indonesia， T 指台湾， P 则可能是菲律宾。这些地区要么火山地震频繁，要么地缘局势紧张，都让人不得不提高警觉。普莱还透露了今年哪些月份出行风险最高，哪些时段相对适合出门。他警告，
2026年最险峻的时期将落在年初和盛夏大约5月到7月间，尤其麻烦。相对而言，到了年底，情势可能稍微平稳一些。总之，今年如果能不出远门，就尽量留在家中，特别是携带儿童、长辈的家庭旅游，更要三思而后行。除了目的地选择需慎重，交通工具本身也潜藏杀机。普莱语带忧色地指出，凡是跟飞机有关的事情都很可怕。他严肃呼吁相关航空业者，2026年务必做好飞机的维修与安全检查，因为他担心今年恐怕会发生严重的空难。而且在他看来，这起空中浩劫很可能源自人为疏失或航空公司维护不当，而非不可抗力的天灾。换言之，如果各方警觉性不够，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就可能降临。事实上，2026年刚开局不久，就出现了与普莱预警不谋而合的不幸事件。他提醒大家小心与列车有关的重大事故。结果1月中旬，泰国曼谷一处高铁工地发生了起重机倒塌砸中下方行驶列车的惨剧，至少32人当场罹难。没想到几天后，西班牙南部又传出2列高速列车正面相撞的重大意外，造成约40人丧生，成为当地10多年间最严重的铁路事故。这2起事件一出，许多人不寒而栗地回想起普莱的警告，更加深了对他预言的信服。才刚踏入马年没多久，他预见的列车祸事便接二连三地应验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普莱对全球灾难与人类前途的预言远不止旅行风险而已。他清晰描绘出2026年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战火、天灾和瘟疫交织，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普莱形容，今年可能会出现水火并行的极端现象。同一时间，地球上一处在水深火热，另一处却烈焰肆虐。在他的意象中，首先出现的是象征火的灾难。他看到巨大的爆炸场景，伴随着砰砰震耳欲聋的巨响。这可能是一场大火灾，也可能是战争的硝烟。因为接着他又看见2个世界级大国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2强相争的战火规模惊人。普莱不愿直说那2个国家的名字，只暗示他们距离泰国非常遥远，但他忧心地表示，届时战争影响所及之广，连远在东南亚的泰国都难以幸免，整个世界恐怕都会被卷入动荡之中。紧接着，水的灾难画面也出现在普莱眼前，仿佛老天的水龙头突然坏掉，不停地下着倾盆大雨，气候极度反常，以至于一些从不刮台风的国家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风暴肆虐。一边是洪水泛滥、暴雨倾城，另一边却是火光冲天、干旱焚野、水火2重天的场景，可能同时在不同地域上演。谈到这里，很多人自然联想到地震、海啸等灾害。就在2025年底，邻国一场强震的余波让曼谷大楼摇晃倒塌，令当地民众经历了一场惊魂。对此，普莱倒是提供了一丝让人宽心的消息。他预计2026年的地震情况应不至于像去年那样严重，至少不会再出现曼谷大楼倒塌那种灾情。然而，天下仍难太平。他接着表示，到了2027年，全球地震反而可能更加频繁，其中相当一部分地震甚至不是天然发生，而是由人为因素触发。普莱的这番说法相当大胆，也令人震惊。他认为有某些国家正在海底进行秘密的武器试验，甚至刻意选在地壳断层带引爆来展示武力。他们以为这样秀完肌肉就风平浪静，没想到在地底深处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接二连三的异常地震发生。如果真如他所言，连地动山摇这种天灾都可能变成人祸，那么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知将面临颠覆性的挑战。至于人类彼此间的战争，普莱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2026年肯定会有战事爆发，但不会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全面战争。他说，今年的战争会分成2种形式，一种是看得见的传统冲突，另一种则更为可怕，他称之为隐形的战争。这场隐形战争指的不是坦克、大炮你死我活的正面交锋，而是透过生物武器在暗中进行的较量。而且它不是一次性全面爆发，而是带有试验性质，局部性地悄悄投放。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我们可能看不到大规模热战
或全球封国动员的场景，但随着这场无形战争的推进，会有越来越多人离奇染病倒下，得了一种说不清、查不出的怪病。没错，普莱所警告的真正危机就是瘟疫，而且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当被问到2026年的疫情是否会很可怕时，普莱甚至没有直接使用病毒或传染病这些字眼，他只说了神秘的3个字：新东西。而正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新东西，成了整个2026年预言中最骇人的隐患。普莱强调，2026年很可能只是开始，真正需要高度戒备的是后面几年。有人追问，这场灾疫会不会重演5-6年前那种全球大流行、封城锁国的局面？普莱的答案是否定的，但也许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他说，这次的疫情未必会一次性大爆发，而是会像花瓣凋零、树叶飘落一样，人们一批一批的死去。而且此病不一定全球同步爆发，而是先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集中发生，再逐步扩散开来。或许不至于出现全面封城，所有人困在家中的极端光景，但他已经看到非常可怕的画面。在疫病肆虐的地区，人们成群接连的倒下，尸横遍野，甚至死者众多到来不及收敛，街头将遍地白骨，多到让生者的内心都变得麻木。那么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普莱在访谈中反复提到一个关键概念，这是一种混合型疾病，也就是说，某种古老的致命疾病和人为研发的病毒结合在了一起。他透露，这场瘟疫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由某个国家在实验室刻意打造出的生化武器。而且最可怕的是，最终它不是因意外泄露，而是被故意释放到人群中的。更骇人的是，普莱透露此次让他传话的高龄竟是死神本人。他声称死亡之神向他显现，给了他2个词作为提示，一个是结核病，一个是黑死病。也就是说，这种新病毒可能混入了肺结核和中世纪曾夺去千万人性命的黑死病病原体。要知道，1347年爆发的黑死病在短短6年间就席卷亚欧非3大洲，造成至少7500万到2亿人死亡，欧洲1/3的人口因此丧生。如果现在有人将那种恶魔般的致命病菌重新引入人间，并与现代实验室培养的其他病毒混合，人类恐怕将面对史无前例的超级瘟疫。在普莱的预见中，2026年只是这场浩劫的开端，接下来的数年，一直到2030年前后，疫情会愈演愈烈，人类将长期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事实上，不仅普莱，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维尼塔以及英国预言家帕克等人也都提出过相似的警告。他们预言将有一种类似新冠但更致命的新病毒卷土重来，这种病毒可能通过空气传播，人们的行动将再次受限，甚至会出现粮食短缺。而且他们也指出，这将是人造的生化武器。不同文化的先知不约而同指向同一可怕未来，不能不让人背脊发凉。除了瘟疫，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普莱也有所暗示。不少解读认为，普莱眼中那场远在天边的大国冲突很可能与当前亚洲最敏感的火药库有关。他曾以代号暗示 C 国和 T 国将有战事，指的正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一旦台海局势失控爆发战争，美国等世界强权势必卷入其中。东方燃起战火的同时，西方世界也难免陷入黑暗动荡。民间还流传着一句玄妙的预言，隐隐传达出相似的警讯：26红马血火喷，夕阳暗无天日。意思是说，在2026这个火马之年，东亚可能烽火连天，血流成河，而西方国家则经济崩溃，社会混乱。一旦这可怕的剧本上演，人类文明将面临2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变。眼下看来，这样的末日图景仿佛难以置信，但环顾当前国际局势，我们离灾难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面对如此惊心的未来图景，普莱自己也坦言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但他仍然感到有责任提前发出预警，好让相关人士能超前部署，将灾害风险降到最低。他再三强调，他说出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提醒大家务必保持警惕，未雨绸缪。
以便在变局来临时尽可能保全自己和家人。普莱也重申了自己的初衷，他并非要当什么神机妙算的算命师，而只是如实传达灵界给予的提醒，而这些提醒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对人心与道德的忠告。正如他所说，他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善恶有报，天堂与地狱都真实存在。换言之，人类即将面临的这些灾难挑战，也许正是我们过往所作所为的因果反应。在劫难降临之前，如果能醒悟并行善积德，也许就能改变某些既定的命运。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写这黑暗的预言呢？预言的作用从来不是坐视不管的等待厄运，而是在警示中争取转机。或许未来并非铁板一块，只要人心向善，努力防范，我们依然有机会避开最坏的结局。就像那匹冲进火海的烈马一样，如今我们人类已踏入了2026年这座险境。接下来的日子，也许每一步都充满危机，每个月都挑战不断，但只要我们不失理智与良知，保持团结与勇气，或许最终仍能从烈焰中冲杀出一条生路。在这充满未知考验的一年里，让我们谨记普莱的这些预警，照顾好自己的亲人和健康，为可能的动荡做好准备，多行善积德，保持正气。倘若我们足够幸运，也足够警醒，也许当下一年曙光到来时，我们能由衷地庆幸自己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神秘预言纷纷出炉，不约而同指向一件事：2026年恐怕将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从东方到西方，无论是泰国的灵媒、印度的占星师，还是美国的通灵者，都发出了惊人的警告。未来几个月内，是否真的会有战争爆发？一场前所未见的瘟疫是否正在逼近？甚至连去年离奇身亡的明星于朦胧，似乎都透过灵界带来了某种天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些预言背后的故事，看看2026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与转机。首先要讲的是泰国最近声名大噪的预言家普莱师傅。这位被称为泰国第一神婆的灵媒，在当地可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大家这么相信他？因为普莱的几次预言精准应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天线之灵敏。地震先见，2025年，他成功预言了邻国缅甸将发生强震。果然，当年3月，缅甸边境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与他事前的警示不谋而合。高楼倒塌，同样在去年，他曾描述过一个曼谷摩天大楼倒塌的画面。不久后，曼谷某高层建筑发生结构事故，场景与他预见的惊人吻合，洪水成真。更神的是，早在2025年初，普莱就提醒泰国人注意，年底时泰国将有一场特大水灾，地点在一个名字以泰文字母 S 开头的府。许多人当时半信半疑，结果2025年11月下旬，泰国南部真的遭遇300年一遇的大洪水，重灾区正是宋卡府 Songkhla， 泰文 S 开头。而当时新闻画面中的灾情与普莱先前描述的情境高度重合。因为有这几桩战绩打底，当普莱最近在节目受访时语气凝重地表示2026年恐怕会比2025年更凶险时，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惊人的预言呢？首先，普莱警告，今年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也就是火灾、水灾与战争尽可能同时发生。火灾和水灾指的是剧烈的天灾，比如严重的火灾、洪水，而战争二字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这3种灾难一起出现在同一时间，那将是多么混乱可怕的局面。接着，他特别提醒航空安全问题。普莱指出，2026年与飞机相关的事件都会非常惊人，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航空意外。因此，他郑重呼吁各大航空公司务必要做好飞机的维护与安全检查。这番话令许多经常搭机出差或旅游的人心中忐忑。难道今年会有重大空难发生吗？当节目主持人追问他，今年会不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只见普莱脸色凝重，低沉地回应了一个词：是的。现场空气仿佛瞬间凝结。他随即补充说，他无法确知那惊人事件会发生在何处，
只是真心希望它不要发生，还说了一句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场梦。短短一句话透露出他对自己所见画面的恐惧与不安。然而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普莱话锋一转，提到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东西。什么新东西能比战争还可怕？普莱随即揭晓了答案，一场前所未见的新疾病。是的，在普莱看来，今年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他形容这种病结合了古老病毒的特性和人为实验室改造的成分，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和危险性。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普莱明确指出，这场疾病的源头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人为。换句话说，可能是某种人工制造或释放的病毒。听到这里，许多人马上联想到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但普莱暗示这将是比新冠更可怕的未知病毒。他甚至用了从未见过的新东西这样的词汇，可见此疫病的怪异与凶险程度将超出我们的经验。面对接连抛出的沉重预言，普莱也给出了一些忠告。他提醒大家不要坐以待毙，提前做好基本的准备绝非坏事，比如准备急难救助包，储存粮食和饮用水，以备不时之需。他解释说，他并不是要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希望大家提早防范。这位泰国神婆强调，他自己不是算命师，也不是占星师，他只是个负责翻译讯息的人，将灵界的提醒如实传达给世人。在泰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种观念，当不祥之事被提前说出，引起公众警觉后，透过人为的防范与避险，事情未必会按照原本的预言发生。普莱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把他从灵界接收到的警示公开，希望人们警醒，从而减轻灾难的冲击。那么，普莱提到的那些令人心惊的预言线索，能不能找出更具体的含义呢？他在受访时还抛出一个谜题，他警告今年上半年千万不要去3个地区旅游，并只给出了3个神秘线索字母 H、J、T， 不说地名，仅给代号，这可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节目一播出，网友们立刻展开了各种猜测。H 代表哪里？有人猜可能是香港 Hong Kong， 也有人联想到夏威夷 Hawaii， 两地名称英文都以 H 开头，而且都是热门旅游地。J 代表哪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日本 Japan， 因为日文国名 Japan 的首字母是 J。 也有人提出可能是印尼雅加达 Jakarta 的 J。 不过日本作为亚洲最常被提及的 J 开头国家，呼声最高。 T 又是指哪里？许多人都认为 T 国很可能就是台湾 Taiwan， 毕竟在华语圈的网络讨论中，经常用 C 国代表大陆， T 国暗指台湾，以避免某些敏感词。普莱的预言面向泰国及全球华人听众，他不便明讲台湾，但用 T 来点出，很可能就是要提醒台湾。这3个地点的猜测如果正确，那就非常耐人寻味了。香港、日本、台湾全部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地名，而普莱不建议上半年去这些地方旅游，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在上半年极可能出现危险？他没有明说，但结合他之前提到的战争、航空意外等预言，不禁让人联想，会不会正是在亚洲这一带有潜在的军事冲突或灾难风险？尤其台湾是否真的可能在近期卷入战争？其实不只是普莱，放眼全球，近期各路知名预言家都释出了对2026年的警告，而且许多内容出奇的相似，仿佛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都看到了类似的未来图景，这难免让人心惊。难道真有大事将至，连预言者们也不约而同地感应到了？先来看看欧洲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已故的保加利亚女性预言家虽然在1996年离世，但她过去留下的预言中已有许多惊人命中，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等，因此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如今每当进入新年份，她的预言总会被拿出来对照，而针对2026年，龙婆的预言内容也再次浮上台面。天灾方面，巴巴万加预见2026年会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他提到可能会有龙卷风、海啸或地震等极端天气事件，而且最可怕的是，
这些灾难可能同时出现，甚至产生地震加火山爆发的连锁效应。这种毁灭性组合再加上其他极端气候影响，将对全球约 8% 的地区造成严重冲击。8% 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换算一下，地球陆地的 8%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可见灾情范围之广。世界局势方面，龙婆预言2026年将迎来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最令人忧心的是，他提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他预警一场涉及多个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将于2026年爆发，战火可能蔓延至多个大陆，全球政治局势将因此严重不稳，紧张升高。换言之，他看到了世界大战级别的冲突隐患。具体地缘细节，有传言指出，巴巴万加曾说大陆将接管台湾，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几乎就是台海冲突引发中美俄卷入的格局。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动手，武力犯台，台湾被接管，那美国势必要有所行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也可能掺和，一来一往，正是一幅大战爆发的场景。经济方面，龙婆还预言了新的全球经济危机。他提到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至少是一场重大经济衰退。这可能包括股市崩盘、恶性通货膨胀，甚至货币体系的瓦解。在战争阴影下，经济剧烈动荡并不奇怪。如果战争与经济危机双重爆发，那真是对人类承受力的巨大考验，意想不到的事件。此外，巴巴万加居然还提到人类将在2026年与外星智慧生命有首次接触。他相信2026年11月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人类可能因此与未知文明取得联系。这预言听起来颇为科幻，不过也侧面反映出他眼中的2026简直是灾难与歧视并陈，连外星人都可能登场的多事之秋。龙婆的预言已经很惊悚，但巧合的是，其他预言家给出的讯息和他的某些预测不谋而合。比如法国的著名预言诗人诺查丹马斯，有研究他的学者指出，在对应2026年的诺查丹马斯诗篇中，也隐约描绘出七方势力刀兵相见的画面，世界将有多个阵营陷入残酷厮杀，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台湾所处的地缘。因此，有人解读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为台湾将被卷入一场致命战争，多国角力。虽然这些解读带有主观成分，但和前面巴巴万加、普莱的说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指向台海局势可能引爆国际战火。再看印度的预言，最近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也发表了他对2026年的最新预测，引起广泛讨论。阿南德强调，2026年将迎来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他在分析中点明了4个高风险国家：中国、菲律宾、北韩和日本。这几个国家在2026年特别需要注意动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4国之中，中国、日本都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菲律宾位处南海，北韩在东北亚，也都牵动区域安全。此外，阿南德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时段，4月、7月和11月可能是局势特别动荡的阶段。阿南德的预言等于给出了时间坐标：上半年末4月，下半年中7月，下半年末11月。这与普莱的提醒和其他预言家的暗示隐隐形成某种呼应。普莱说上半年要小心，阿南德特别提到4月，而稍后我们将谈到的美国预言则甚至瞄准了一个更精确的时间点。总之，在这些不同文化的预言中，2026年都被描绘成一个暗潮汹涌、危机四伏的年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大家都在敲响警钟。聊完了东半球的预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方。美国这边也有一位颇具话题性的通灵预言者，他的预见更直接涉及战争与瘟疫的细节。我们说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退休警官马蒂·布里登 Marty Breeden。 马蒂的故事很传奇，他原本是一名普通警官，据称在一次濒死经历 NDE 之后，突然开启了某种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开始接收到未来图景，
虽然很多人对此将信将疑，但马蒂过去分享的一些意象有相当程度的应验，因此他在预言圈小有名气。而这一次，马蒂所看到的未来画面更加具体惊人。他声称自己清楚地看到了瘟疫爆发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他不仅感知到会有大规模疫情，甚至知道大概会在何时降临。这点和普莱的预言形成有趣对比。普莱知道会有 X 疾病来袭，但没透露时间，而马蒂似乎把时间给补上了。马蒂到底预见了什么时间呢？根据一些转述，他提到2026年将出现一个最危险的月份。虽然他在公开场合没有明讲是哪一月，但不少分析者推测，很可能就是今年春季某个时候，有人猜测是3月或4月左右，因为那往往是流感等疫情最容易蔓延变异的时节。而巧的是，这也落在前面阿南德提示的4月关键时段附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今年春天我们可能特别需要提防重大疫病的爆发。当然，马蒂的预言还不止如此，他过去在社交媒体上也曾提及一些战争与冲突的意象。有消息指出，马蒂曾暗示美国本土未来可能遭遇战争威胁，甚至本土攻击，而且全球局势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这些话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在预言爱好者圈子里流传，引起不少讨论。如果把普莱、巴巴万加、阿南德、马蒂这几位东西方预言家的讯息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可怕的图景。2026年前半段，世界面临着台海战端一触即发，瘟疫同步酝酿爆发的险境。战争与瘟疫这两大灾厄若同时降临，人类社会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混乱。而现在就有迹象显示，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最直接的迹象就来自目前的中国大陆。进入今年冬季以来，中国多地的流感疫情突然大幅升温，医院里人满为患。根据中共疾控中心自己公布的数据，今年的流感季是近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感染率激增，而且许多患者症状来势汹汹，高烧不退，让人隐约觉得不同寻常。然而，更诡异的现象出现在去年11月底开始的夜空中。有报道指出，从11月下旬起，中国大陆足足有10多个省份的居民发现深夜时分天空中有大量无人机飞行。这些无人机通常在半夜3更出没，没有亮明标识，在城市上空反复盘旋，对着居民区喷洒某种无法确定的液体。这些场景被许多惊疑不安的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试想，黑夜里，一架架无人机在头顶低空飞过，发出嗡嗡声音，然后洒下一阵阵雾状液滴，这是何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景。官方没有对此做任何公告说明，因此民间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偷偷进行防疫消毒作业，因为当时流感在各地爆发，他们或许用无人机空中喷洒消毒水或者杀菌剂，希望深夜作业不影响白天秩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是正当的防疫消毒，为何不提前通知市民？而且中国从未大规模用无人机半夜全程消毒过，这种做法前所未闻。更让人不安的是，许多经历过无人机消毒的居民反映，在无人机喷洒之后，空气中残留一种奇怪的烧焦味，随后不少人出现了头痛、发烧、恶心等身体不适症状，而且这些症状持续了10多天，仍未痊愈，比一般流感还缠人。这些反常情况让大家不得不怀疑，那些深夜无人机到底在撒什么？真的是无害的消毒药剂吗？怎么闻起来焦臭刺鼻，还让人久久生病？谣言很快四起，有网友胆战心惊地猜测，该不会是有人在偷偷投毒吧？甚至有激烈的说法认为，这会不会是某种生化武器试验，或者预先投放病毒的行动？因为无人机涉及面广，不可能是个别恶作剧，一定有统一部署。而官方对民间的种种提问与恐慌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反而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猜疑。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之际，连灵异圈的人士也坐不住了。去年12月11日，一位活跃的台湾灵性博主，网名昵称仙女星系的絮语，干脆动用通灵手段来探查此事的真相。他在自己的节目中冥想连结了大天使拉斐尔。在西方传统中，
拉斐尔是掌管疗愈的高阶天使，如果涉及疾病瘟疫，他或许最有发言权。这位博主请教拉斐尔，那些深夜无人机喷洒不明液体到底是在做什么？根据这位博主之后的转述，大天使拉斐尔给出了相当直接而惊人的回答，本质上这就是一场可怕的生化攻击。拉斐尔表示，在那些无人机喷洒的液体中含有经过人为改造的病毒成分，不是天然产物，其目的就是提高病毒的致病性与感染力，让更多的人容易生病且更难痊愈。也就是说，有人在散播让人久病不愈的东西，而这种恶意行为显然违背天道，难怪会惊动神界来揭露。拉斐尔还进一步指出，当前整个地球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期，特别是从2025年到2027年这3年，而最近发生的这些骇人事件，如深夜无人机、生化疑云，都和中国在此刻所面临的命运转折高度相关。言下之意，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局，而瘟疫可能正是这场变局中的一环。天使的这番揭露令人背脊发凉，若其所言属实，那意味着最近中国的怪异疫情并非自然爆发，而是人为刻意策划。有人也许会问，谁会疯到在自己国土上释放病毒，害自己人民？但历史上苦肉计并非没有先例。有阴谋论者认为，或许是某些势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或创造非常状态，不惜引爆一场疫情来达成政治目的。这种推测听起来骇人听闻，却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拉斐尔的灵讯和普莱的预言都划出了同样的重点，一种人为的致命疾病正在酝酿。如此看来，普莱口中的那个从未见过的新东西，很可能就是这场人造瘟疫。而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瘟疫。或许正是因为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其实就是瘟疫。想象一下，如果在社会陷入瘟疫肆虐的混乱时，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历史告诉我们，集权政府往往会选择对外挑起冲突，以转嫁危机。所以一旦国内问题压不住，台海局势反而更危险。对内用瘟疫控制人民，对外用战争激发民族主义，可能就是某些人的生存策略。现在我们把目光再度投向台海局势本身，毕竟我们的影片标题就直指这一点。3个月内 C 国、T 国开战。前面综合各种预言已经看到，台湾确实被多方点名为可能发生大事的地区。那么究竟有多大的概率在短期内爆发两岸军事冲突？在这方面，来自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给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剧本。帕克是当今欧美颇受瞩目的预言家之一，他曾成功预言川普当选、英国脱欧，甚至俄乌战争等，因此拥有不少粉丝。帕克在去年底，西元2025年12月30日发布了一支影片，专门预言2026年的世界走向。他开门见山地将2026称为清算之年，并且特别提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月。帕克说2026年2月左右将是世界局势的转折点，恰巧2月17日是农历新年，届时生肖将从兔转马，进入中国传统所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方被视为多灾多难的年份，60年一轮回。而上一次火马年是1966年，那年中国爆发了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如今60年过去，一个甲子轮回，帕克暗示2026年火马年天下大乱，大灾大难恐将重演。具体到台海，帕克预言在台湾海峡可能会出现一起飞机或潜水艇相撞的事件，从而引发战争。这个细节非常生动，一下就让人脑补出紧张画面。也许是一架飞机在台海上空遭到击落，或是一艘潜艇在台海水域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帕克进一步说，日本也会被卷入这场冲突，这点与普莱提示的这国有难不谋而合。这国即日本很可能因同盟关系或地缘因素而介入台海战事。如果台海真的开打，帕克对后续走向的预见更加石破天惊。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经济崩溃。他甚至预言，中共最高领导人将因此下台，随后整个中国会分裂成许多小国，最终
这些地区会像欧盟那样组成一个联盟式的新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边界开放，人们可以自由交流贸易。一言以蔽之，帕克看到了中共政权在战争中垮台，中国政局翻天覆地的景象。这番预言可谓惊世骇俗。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和之前88万家的说法竟有某种互补印证的味道。88万家说大陆接管台湾，世界大战，全球经济衰退。帕克说中国因战争崩溃，政权更替，社会重组。两人角度不同，时间线稍有出入，但都指向台海冲突引爆东亚乃至全球大乱局，以及中国自身在劫难逃。而经济层面，帕克预言中国经济崩盘，中共垮台，88万家则预言全球金融危机，不约而同地把2026形容成旧秩序崩解之年。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大巨变。要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13亿人口，一旦政局巨变，其影响之深远难以想象。这也让人想到一句中国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许多年的因果，诸多隐伏的矛盾，都可能在2026年这个清算之年集中爆发出来。谈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心情沉重，甚至有些绝望了。难道未来只剩战争、瘟疫、崩溃与混乱吗？其实，预言中的未来并非全然漆黑一片，有些预言家同样看到了一线光明。就拿帕克本人来说，他的特色之一就是预言灾难，但也预言希望。他在描绘完那些战争与动荡后，特别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福。他相信人类将从苦难中觉醒，在巨变后迎来新的繁荣与和平契机。帕克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们，帕克提到他曾去请教的印度预言家，同样一面预见灾祸，一面为世人祈祷，希望透过人类的努力改变未来走向。泰国的普莱也是以提前预警来减轻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些预言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信念：预言的目的不是让人坐以待毙，而是唤醒人们主动去改变命运。在讨论如何清算旧秩序、揭穿谎言这方面，有一件发生在2025年中国的离奇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于朦胧坠楼案。这起事件既是娱乐圈的谜团，也是坊间公认的黑幕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它也隐隐和预言界产生了联系，甚至被形容为于朦胧从灵界带来的天机。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先简述事件。于朦胧是一位中国大陆人气男演员、歌手，生于1988年，出道以来形象阳光，事业顺利。岂料2025年9月11日凌晨，于北京出席一场私人聚会后，于朦胧被发现从所住公寓5楼坠落身亡，年仅37岁。消息一出，举国震惊。当天傍晚，他的工作室发布公告证实死讯，并恳请外界给予家人空间。官方对此事的结论是酒后失足意外坠楼。警方声称，经现场调查和尸检，初步排除他杀嫌疑。然而，这种草草定性的处理，非但没平息外界质疑，反而引发更多猜测与不满。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许多人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为何大众不相信这是单纯意外？因为疑点实在太多了。根据坊间流出的零星消息，于朦胧坠亡案牵扯出复杂的人脉与黑幕，神秘饭局与失联。传闻于朦胧在出事前几天被某大人物邀请参加了一个饭局，有人说那是个圈内权贵的私人派对。之后的几天，他疑似与外界失联，有传言称他在那几天遭到限制人身自由。USB 机密，网上疯传一种说法，于朦胧手上掌握了一个 USB 随身碟，里面藏有某些高层人士的惊天罪证，例如涉及洗黑钱的机密资料，他因此成为被灭口的目标。这传闻无从证实，但广为流传。暴力与他杀嫌疑。更惊悚的爆料称，于朦胧在死亡前曾遭受长达数日的软禁拷打，期间受到非人虐待，等到人不行了，对方布局制造出醉酒坠楼的假象。有匿名网友列出了所谓14大疑点，包括他的伤痕、手机遗失、现场监控缺失等等，指向这并非单纯意外，
官方冷处理，警方虽迅速结案，但却未公开完整调查报告，对网上讨论也严加管控。不但相关话题被降热度，一些知情人发声后也很快晋升，让人更加怀疑是不是有高层指示压下此案。总之，于朦胧之死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又扑朔迷离的话题，很多普通人感到悲愤，一个年轻明星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如果真有黑幕，难道就永远没人为他讨回公道吗？然而，正如那句话，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不少人相信此案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朦胧案的真相，预言界也插手进来了。刚才提到的帕克在预言2026是清算之年时，有一条重点，许多谎言将被揭穿，许多真相会曝光。有预言爱好者就联想到，会不会于朦胧案就是其中一桩要被揭穿的惊天谎言。不仅如此，前面我们说到印度最神秘的预言流派纳迪叶，恰好就有纳迪叶解读师声称，他们在古老的预言梵文叶片中看到了于朦胧事件的结局。据说纳迪叶的记载显示，在2026年3月至6月期间，朦胧案的真相将以某种另类方式浮出水面。所谓另类，或许指的不是透过官方调查，而是透过其他意想不到的渠道或爆料。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真是峰回路转，正义昭彰。想象一下，也许会有关键证人突然现身，或是一份影像录音曝光于世，揭开幕后黑手的面目。总之，就是现在被压下去的真相，终究会在2026年上半年大白于天下。这无疑呼应了帕克的清算主题，过去的罪恶将被清算，隐藏的真相将受审判。更巧妙的是，许多人发现朦胧这两个字本意就是模糊不清。于朦胧案如今真相不明，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朦胧。但如果照预言所说，几个月后真相大白，那岂不是朦胧、模糊，即将告别人间，尘埃落定？这也难怪有预言视频以只剩几个月，朦胧将告别地球，人间大劫倒数为题，暗喻朦胧之物散去的时刻，就是人间大灾结束倒计时的时刻。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却也给人一丝痛快，因为至少冤死者的在天之灵也许可以瞑目，而整个人类社会也将因清算黑暗而迎来新生契机。有人大胆猜测，或许于朦胧的在天之灵也在冥冥中协助这一切。毕竟假如真有灵界，他年轻冤屈的离世，灵魂必然不甘。也许正是他透过某种灵界渠道，把关键的天机讯息传递给了世人，比如通过纳迪叶，或者通过其他通灵者来揭露自己的死因和背后黑幕。这将是于朦胧留给世人的第一条来自灵界的天机，那就是再浓的迷雾也终将散去，真相与正义终将来临。当然，以上关于朦胧案的预言性解读，目前还只是种种推测，最终会如何，还需要时间去验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看看2026年上半年是否真有爆炸性的真相公诸于世。到这里，我们盘点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有关战争的，有关瘟疫的，有关经济崩溃的，甚至还有黑幕揭露与外星接触等等。难怪有人会感叹，2026年简直像末日小说般可怕。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预言？是陷入恐慌，还是嗤之以鼻，一笑置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预言并非铁板钉钉的命运宣判。正如普莱等人所说，预言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提前知道可能性，从而有机会改变未来。既然灵界好心送来了这些预警讯号，我们不妨将信将疑，留个心眼，但也不必惊慌失措，自乱阵脚。对于可能的灾难，我们可以做哪些务实的准备呢？居安思危，备而不用。就像普莱建议的，准备一些紧急物资总是好的，家中备一个紧急医药包、手电筒、收音机、瓶装水和干粮等，以防万一。这在任何灾害中都用得上，哪怕最后平安无事，这点准备也不算浪费。关注国际局势，如果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旅行计划就要审慎评估，尤其避免去可能的热点地区。如果真的出现突发情势，保持冷静，
遵从官方疏散指示，对谣言要有判断，不轻信煽动，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瘟疫方面，除了物质准备，更要注意卫生习惯和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多运动，备好常用药品。当流行病有苗头时，该戴口罩就戴口罩，该减少聚集就主动配合。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我们对这些已不陌生。财务应对，面对可能的经济动荡，个人也可提早做好打算，例如避免过度负债，适当储蓄一些应急资金，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等等，以免金融风暴来时手足无措。心态上也非常重要，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惧。历史上关于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但人类都挺过来了。许多时候，正是因为人们提前警觉，采取了行动，才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就拿冷战时期来说，不也是充满世界末日核战的预言吗？但最终大家保持克制，世界没有毁灭。我们可以将这些预言视为对未来的警示，而非绝对的宿命。回到2026年的图景，或许接下来的日子，新闻里会充斥越来越多紧张的消息，这边战机擦枪走火，那边疫情卷土重来。但我们要记得，越是乱世，越要保持理性与善良，不造谣，不信谣，不被仇恨煽动，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最终能度过劫难的，往往是那些冷静、团结而有爱心的人类群体。让我们也怀抱一点希望，就像帕克说的，大灾之后有大福。或许2026年的种种劫难，正是人类觉醒和转变的契机。黑暗过后是黎明，否极泰来，这些道理自古皆然。如果我们能挺过这几年的风雨，也许等来的将是更清明的世界局势，也许战争的阴霾散去，国与国找到新的和平共处方式，也许瘟疫让我们研发出更先进的医疗科技，反而促进文明的进步。也许经历经济震荡后，人们会反思贪婪，建立起更健全公正的经济秩序。最后再回到预言本身，普莱用勇气告诉了我们坏消息，但也给出了避免之道。88万家描绘毁灭图景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可能。帕克警示大乱将至，但相信真相与光明会战胜谎言与黑暗。马蒂点出了危险时刻，让我们可以提早做好准备。纳迪叶视线黑幕毕揭，让冤魂终得安息。也许预言并不是要我们恐惧未来，而是要我们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从而齐心协力去改变轨迹。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战争也好，瘟疫也罢，亦或政治经济的大地震，都可能在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与团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定胜天，积极作为就能化解危机。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熬过比这更黑暗的年代，而每一次灾劫过后，人类最终都浴火重生，文明之光依旧灿烂。让我们怀着谨慎而勇敢的心，迎接着充满变局的2026年。或许预言中的灾难会来，但我们并非束手就擒的木偶，只要心存善念，保持理智，彼此扶持，我们就有机会改写那些可怕的预言，迎接属于人类的转机与新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每一位观看这影片的朋友都能平安度过未来的风风雨雨。让我们以行动和智慧去证明人类可以创造比预言更美好的结局。赊刀人再度现身，还留下了对2026年的惊人预言。据说这预言提到了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将出现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你敢信吗？这一年世界的变化真的会大到超出想象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索这则离奇的预言，看看其中隐藏了哪些蛛丝马迹。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赊刀人。对年轻一辈而言，这个名词也许有些陌生，但在老一辈人口中，它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相传民间有一种四处游走的江湖客，卖的是菜刀、剪刀，但奇特的是，他们不收现钱，而是说好过些年再上门收账，这就是所谓赊刀。更离奇的是，赊刀人常常随口留下预言，预告未来的灾祸或福祉，等到约定年限一到，他们再度现身收钱时，人们往往惊觉，天哪，当初的预言竟然成真。于是关于赊刀人的传说便一代代流传下来。简单来说，
赊刀人就像是神秘的民间先知，他卖刀不是重点，重点是透过赊刀传递天机。听起来很玄乎，对吧？可是近年来，赊刀人的故事不断在现实中上演，让人不由得半信半疑。就在2024年底，中国湖南常德市的石门县就出现了一位神秘的赊刀人，他背着一捆菜刀走村串户，逢人便说：刀给你们，钱我8年后再来收。村民们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8年后？只见那赊刀人神色平静地抛下一句预言：米涨到8块，猪肉涨到50，8年后我来收钱。说完，他把锋利的刀具一一留下，转身离去，留下满村错愕的乡亲和一头雾水的我们。这件事被人用手机拍下传上网，立刻引发热议，许多网友惊呼：赊刀人又来了！而且他这次提到的米涨到8块，肉涨到50，分明是在预言将来物价飞涨，粮食奇缺。有人翻出过去的案例说，其实赊刀人的预言多次应验，例如民间曾有猪过千、牛过万的说法，用来警示猪价涨到1000元、牛价涨到上万元这种离谱情况。结果近年非洲猪瘟肆虐，通胀飙升，猪肉价格一度破纪录，养猪成本猛增，真有猪价1000元的趋势。黄牛价格更是在农村炒到上万元一头，几乎对应了传言中的牛过万。这种巧合让人不寒而栗，莫非早有高人预见如今的经济动荡？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化传承角度解读赊刀人现象。中国问题专家王鹤就指出，这次湖南赊刀人脱口而出的米价、肉价，暗示人类将遭遇很大的劫难，因为人活着离不开米和肉这些基本粮食。如果有朝一日米价飞涨，肉价奇贵，说明最基本的生存物资都极度稀缺，那一定出了大乱子。还有人把赊刀人的出现和古代典籍对照，认为这类神秘人或许源自古老的文化传承，例如墨家的游说之术或鬼谷子的预言学。他们现身往往是在乱世将至之时，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历史上关于赊刀人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清朝光绪年间，1878年的《申报》上就刊登过一则译文，有个赊刀人当时在卖刀时预言米价将跌至18文一斗，旁人听了哈哈大笑，哪有米价下降的道理？结果没过几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粮价真就跌到了他说的这个数字，让所有知情人目瞪口呆。这事儿也一时传为佳话。由此可见，在动荡变革的年代，的确曾有这么些神秘人以贩卖锋利小刀为掩护，传播着某种预知未来的信息。或许赊刀人现象本身就是中国古老智慧的一种体现呢。聊到这里，你可能心想，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人，还是纯属巧合？心理暗示，持怀疑态度是自然的，毕竟这听上去像是聊斋或奇幻小说情节。然而当我们看到近年来现实中天灾人祸不断，瘟疫接踵而至，新坟在各地墓园堆起，经济放缓，民生艰难，同时又陆续冒出这样的民间传奇人物，未免让人将信将疑。也许预言并非全无根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赊刀人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而这回他的预言范围似乎从中国扩大到了全世界。是的，这一次的赊刀人传闻更离奇。据说最近在东南亚某地又出现了一位赊刀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他留下了一首4句预言诗，把目光投向2026年的国际局势。这4句诗文依次是：26红马血火喷，西洋暗无天日，南洋米贵如珍珠，东洋遍地是枯骨。短短20个字，却涵盖了东西南北四方天地，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看似云遮雾绕的语句，其实每一句都有特定的指向和含义。接下来我们就逐句解读这4句预言，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信息，看看2026年究竟可能发生哪些天翻地覆的巨变。首先来看第一句预言，26红马血火喷。这句中的26很明显指的是2026年，马指的则是中国农历的生肖马年。按照60甲子纪年法，2026年是丙午年，属火马，民间称为火马年。因为传统上以五行配色，火对应红色，所以火马年也可说是红马年。有趣的是，
民间术数中还常把2026年与紧接的2027年丁未年属火羊相提并论，合称赤马红羊节，意思是说这2年恐有重大的劫难，需要特别小心。由此，红马二字既点出年份属性，又隐隐带着不祥的意味。而诗句中的红，除了象征红色火焰、鲜血淋漓，还在暗指共产、集权那一抹刺眼的红色。血火喷更是不言自明，血与火迸溅四方，呈现一派战乱灾难的景象。综合起来解读，26红马血火喷预示2026年战火纷飞，到处有流血冲突，而且很可能是由红色政权引发的战争。换句话说，共产或集权国家在这年将导致大规模的伤亡与浩劫，这听起来十分惊人。但让我们联系现实看看，现今哪些红色政权最可能挑起战端？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中国的执政当局，毕竟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地缘政治隐患之一，就是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的野心。如果北京当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台湾动武，那么东亚将瞬间陷入战争烈火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势必被卷入，届时鲜血与火光将在亚洲上空交织，那场景无疑符合血火喷的写照。除了台海危机，我们眼下就已经见证了一场红色侵略者引发的流血战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入侵。尽管俄国如今不再打着共产旗号，但它曾是苏联红色政权的核心，其军队至今佩戴着红星标志。而这场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伤亡，城镇变成废墟。如果战事在2026年仍未平息，甚至进一步扩大，是否也印证了血火喷的预言呢？有意思的是，红马除了指火马年，在西方文化中也象征战争的化身。圣经启示录中揭示的4骑士之一就是红马骑士，手持大刀夺去世间和平，使人互相残杀。看到没有，中西传统不约而同都把红马与战争纷乱联系在一起，难怪这一句给人的感觉如此血腥。那么2026年真的有可能战火四起吗？从多方迹象来看，这并非杞人忧天。除了前面提到的台海和俄乌2大隐患，全球还有多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爆。中东地区的仇恨与冲突积怨已久，欧洲北约与俄之间剑拔弩张，朝鲜半岛局势诡谲难料。朝鲜任何一处出现变故，都可能点燃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一旦大国卷入甚至对撞，那将真正是血火漫天喷洒。最极端的担忧莫过于核武器的使用。当前人类掌握的毁灭力量足以让整座城市瞬间陷入火海。一旦2026年前后爆发核冲突，那血火喷就不再只是隐喻，而会成为残酷的现实场景。巧合的是，西方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留下的诗篇中也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段落，被一些解读者认为指向这一时期的战乱。例如有人指出，诺查丹马斯在某4行诗中写道：提奇诺河将溢满鲜血，长剑挥舞之下尸横遍地。提奇诺河位于瑞士意大利交界，诗句仿佛预示欧洲内陆将爆发激烈冲突，鲜血染红河流。而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预言提到7个月的大战，许多人联想这可能是对未来某场世界级战争持续时间的暗示。如果真如此，2026年很可能正处于那7个月大战的关键节点上。当东西方先知的视线都在同一时间点聚焦于战争与流血，我们不能不感到背脊发凉。谈到这里，也许你已经脑补出炮火连天的恐怖场景，但别急，赊刀人的预言还不止如此。紧接着第2句，他将目光转向世界的另一端，夕阳暗无天日。夕阳在汉语中通常指西方国家，多半特指欧美地区，暗无天日则是形容黑暗到了极点，以至于看不见天日。把整句连起来，就是说2026年的西方世界将陷入一种极端黑暗混乱的状态，仿佛光明从人间消失了。那黑暗代表什么呢？多半是比喻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政治上的黑暗，政府腐败专断，民主制度崩坏，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崩溃，金融风暴，经济大萧条，让百姓陷入绝望，还可能指社会秩序的失控，动乱频发，犯罪猖獗，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慌与绝望的情绪。简言之，暗无天日
意味着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与光明，陷在无边的阴影之中。这话听起来对西方世界很不友好，但我们不妨冷静分析，当前欧美社会是否正走向某种危机？其实，不少观察家早有警告。在美国，近年来社会撕裂严重，两党政治恶斗，民众对立情绪高涨，种种内耗已让这个超级大国元气大伤。欧洲也好不到哪儿去，一方面要面对能源短缺、通货膨胀等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还有难民潮、恐怖袭击和民粹主义抬头等社会问题。不少人感慨西方整体正经历文明的内部衰败，就像一座大厦的地基在慢慢裂开。如果这种趋势在2026年迎来爆发点，出现某种临界的大崩塌，那就真是暗无天日了。说到地基裂开，还真有一位西方预言家做过类似的比喻。美国有位自称先知的阿曼达·格雷斯 Amanda Grace， 他曾谈到自己看见过关于2026年的一幅画面，一座房屋建在沙土上，暴雨倾盆而下，洪水与狂风袭来，结果房子因为地基不稳而轰然倒塌，化为废墟。格雷斯把这个意象解读为对美国的警示。2026年将是美国一次关键的根基之战，因为当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他认为这场选举攸关美国立国的精神基石是否能维系。如果美国继续背离立国时的信仰和道德根本，那就好比把国家的大厦建立在流沙上，一旦风雨来临，譬如严重的内乱或制度危机，这个国家的根基将承受不住压力而惨烈大崩塌。格雷斯尤其提到，有些错误的理念正像中东的沙土一样渗入美国的决策高层，本来这些东西是不该出现在美国政治中的，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根本。但近年，美国社会的精神基础正四分五裂，传统信仰和道德底线出现越来越多裂缝，导致这些一国流沙长驱直入。如果不及时修补裂缝，稳住根基，美国这栋大厦可能真的会在某个暴风雨之夜坍塌。当我们把格雷斯的这番话对照赊刀人的夕阳暗无天日，是否发现惊人的相似？一个用宗教隐喻，一个用诗意比喻，都指向西方世界可能出现崩坏和黑暗的前景。当然，也许有人会从字面联想到更加末日的解读，例如暗无天日，会不会是真的看不见太阳？假如发生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或核战争，引发漫天尘埃遮蔽阳光，西方世界陷入长时间的黑暗，岂不正是暗无天日的写照？听上去耸人听闻，但历史上确实有类似场景。像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大喷发，造成全球气候异变，隔年被称为无夏之年，连欧洲都出现了长期阴霾不见日头。如果2026年前后碰巧发生一次惊天动地的自然灾变，比如黄石火山的大喷发或陨石撞击地球，那西方天空变得昼夜昏暗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多数解读还是把暗无天日视为比喻，毕竟赊刀人之前的预言多与人世间的苦难有关，而非纯自然现象，所以更大的概率是我们将看到西方社会在人为因素下陷入黑暗动荡，例如政治经济危机交织，让普通民众陷入前所未见的绝望。总而言之，赊刀人第二句预言描绘的是西方世界的至暗时刻，如果它成真，那将是二战以来西方没有经历过的大混乱、大崩盘。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美国经济崩溃，金融市场瘫痪，美元贬值，物价飞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四起，或者某种极端势力上台颠覆了民主制度，使得自由社会走向独裁黑暗，又或者先前提到的战争引火烧身，北美和欧洲本土遭受打击，乃至大规模停电、粮食短缺，那么西方人的生活将一夕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到那时，西洋诸国的人们或许真会感叹，昔日头顶的自由阳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不到希望的长夜，这是多么凄凉而恐怖的前景。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然而赊刀人诗中的每一字都像是在敲响警钟，提醒西方社会正视自身的裂痕与阴影，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黑暗的深渊。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三句预言，南洋米贵如珍珠。
这句话的指向相对直白，南洋一词传统上指中国以南的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国家。米当然是稻米，亚洲人的主粮，米贵如珍珠。这个比喻相当生动，意思是说米价昂贵的像珍珠一样，粮食变得极其稀有珍贵。换句话说，东南亚地区将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米价飞涨，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粮。大家都知道，东南亚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印尼等，稻米是百姓赖以糊口的主食。一旦米价贵如珠玉，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通货膨胀失控，纸币大幅贬值导致物价狂飙，要么是粮食极度短缺，米产量锐减或供应链断裂，导致市场上一米难求。无论哪种情况，都代表老百姓将面临吃不饱饭的困境。试想，在富庶的21世纪，如果真出现米价赶上珠宝价，平民饿殍满地，那得是多么严峻的局势。其实近年来有不少迹象显示，全球粮食危机的苗头正在显现。就以稻米为例，2023年年中，世界第一大稻米出口国印度突然宣布限制大米出口，因为他们担心国内供应不足。这项举措一出，国际市场米价应声上涨，亚洲许多地区一度出现疯狂囤米的现象。人们这才惊觉，原来米饭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主要粮仓的供应一断，全世界都会饿肚子。再看气候因素，当前正值厄尔尼诺现象活跃期，往往会给东南亚带来异常的高温干旱。历史上，每逢强厄尔尼诺，不是发生森林大火，就是导致粮食欠收。比如1997年的特强厄尔尼诺，印尼大片森林干燥起火，粮食产量下跌。2015年的厄尔尼诺也让泰国、越南稻田受旱灾影响。假如2025、2026年持续极端气候，东南亚重要稻米产区收成惨淡，米贵如珍珠，并非危言耸听。除了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动荡也可能让粮食供应雪上加霜。想象一下，如果前面提到的战争在亚洲爆发，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粮食贸易可能中断。东南亚国家即使自己出产稻米，也许因为要优先自保而限制出口，而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就更惨，买不到米只能干瞪眼。甚至不需要真的开战，只要地缘局势恶化，贸易制裁或封锁发生，同样可能断掉粮食供应链。回看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有的限制医疗物资出口，有的囤积粮食，不就是出于这种危机心态吗？那么2026年如果局势更险恶，各国各顾各的，东南亚一些人口密集又依赖进口粮的地区确实可能闹饥荒。想到饥荒这两个字，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历史课本上的黑白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颅骨遍野，人民为一口饭而哄抢。但我们必须认清，饥荒并非遥远的历史，直到今天仍可能发生。20世纪中期，中国就经历过大饥荒，那时人相食的悲剧触目惊心。近期，其他地区如非洲一些国家也因战乱和干旱出现过局部饥荒。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粮食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出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球粮价暴涨。当前因气候变化、土壤退化，农业生产本就面临挑战。如果再遇上战事或瘟疫，农民无法下田耕作，粮食欠收，那影响将几何级数放大。我们真的有可能亲眼目睹米价飞涨10倍、100倍的日子。赊刀人用珍珠来比喻米之昂贵，让人不禁联想到圣经启示录中对世界末日场景的描写。在末世的第4骑士到来之前，第3位黑马骑士象征的正是饥荒。经文说，他手持天平，高声喊，1银币买1升麦子，或者1银币买3升大麦。意思是粮食价格贵得离谱，平常1枚银币能买很多粮，现在只能买一点点麦子充饥，温饱都成问题。这画面与米贵如珍珠何其相似。粮食从寻常百姓的主食变成贵比珠宝的奢侈品，正是末日灾难的典型情景。当我们看到现实中米价上涨的新闻，再对照这些预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难道传说正在变成现实？更令人不安的是，饥荒往往与战争、瘟疫相伴而生。
古人称之为三灾并至。当战争破坏农田，切断运输，便引发粮荒，而饥荒中营养不良，卫生恶化，又极易滋生瘟疫。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诗中也有一句，瘟疫中的饥荒，就是描述瘟疫期间出现大面积饥饿的惨况。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当世界陷入战争与瘟疫，粮食危机会雪上加霜。如果赊刀人的前3句预言战乱、黑暗、饥荒相继应验，那基本等同于末日。四骑士已经来了3位，这世界将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挑战。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逻辑：战争导致饥荒，饥荒伴随瘟疫，而瘟疫加剧死亡。没错，这正把我们引向赊刀人预言的最后一句，也是最骇人听闻的一句：东洋遍地是枯骨。东洋在汉语中一般指东方诸国，尤其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遍地是枯骨，这场景光是读起来就令人心底发寒。满地都是枯朽白骨，说明死亡之多，尸骸遍野。而且用枯骨2字特别强调无人收敛尸体，暴露荒野，风吹日晒成了白骨，说明死的人太多太突然，以至于根本无法及时掩埋。也就是说，2026年的东亚地区可能出现我们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死亡惨剧，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结局都是生灵涂炭，场面如人间炼狱般凄惨。为什么偏偏是东亚遍地枯骨？这个问题让人不寒而栗。按理说，东亚包括中国这些国家，目前算是世界上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区域，难道会发生像中世纪黑死病、近代战乱那样的大量死亡事件吗？若前面的预言都成立，其实不难理解，可能导致如此多人死亡的无非几种：战争、瘟疫、饥荒，或者3者联合作用。而前面3句预言已经分别对应了战争、血火喷、灾乱、暗无天日，包括瘟疫、饥荒、米价暴涨。如果这3大灾难在东亚不幸叠加发生，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让我们逐一分析东亚可能面临的极端情境。第一，大规模战争。在东亚土地上，如果爆发战争，其伤亡人数很可能以百万计，尤其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力，若中日或者中美在此交锋，更不用提一旦动用核武，死亡数字将难以想象。上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就曾尸横遍野，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原子弹、冲绳玉碎战等等，哪一幕不是真实版的遍地枯骨？而那已是7、80年前的事了。如今的武器更先进，杀伤力更强，真打起来只会更惨烈。如果赊刀人的预言要应验，可能正是因为东亚成了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毕竟第1句提到红色政权引发的战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冲突。假如2026年前后，中共在内外交困下铤而走险对外动武，那战火很可能蔓延整个东亚，最终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死于非命。第二，致命瘟疫。还记得3年前的新冠疫情吗？短短几个月内，病毒从东亚扩散到全世界，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即便在防疫措施严格的东亚国家，仍然损失惨重。中国官方虽然没有公开具体死亡数据，但从各地医院太平间爆满，火葬场连轴转地焚烧遗体，许多家庭痛失亲人的情况看来，死亡人数绝不在少数。那还只是致死率不算高的新冠病毒。如果2026年出现比新冠更凶猛的病原体，比如高致命性的禽流感大规模变异人传人，又或者新的冠状病毒毒株更毒，更能躲避免疫，东亚这些人口稠密的国家会不会重演一场黑死病式的人口灾难？尤其当社会同时陷入战乱和饥荒时，医疗体系瘫痪，营养条件恶化，更为瘟疫大流行创造了温床。那种情形下，病患可能大量死亡而无法及时掩埋，正是枯骨遍地的真实写照。事实上，近期已经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2023年底，中国坊间疯传所谓白肺病流行，许多儿童感染严重肺炎，官方解释说是常见病原导致，但民间的恐慌可见一斑。再加上各种 XBB 变异株、猴痘、鼻病毒等等消息满天飞，人们对下一场瘟疫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如果2026年东亚恰好爆发新一轮大疫，
那么这句预言也会不幸言中。第三，大饥荒和社会动乱，饥荒本身就能带走无数生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乱，加上连年灾荒，据估计导致数千万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可谓遍地饿殍，白骨露野。上世纪印度的孟加拉大饥荒，非洲埃塞俄比亚饥荒等，也都是饿死人无数。东亚虽然如今比那些地方富裕得多，但一旦粮食系统崩溃，现代城市人口甚至还不如古人有自给能力。一座超大城市如果断粮几周，后果不堪设想。更不用说在饥荒压力下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暴力频发，造成人为的伤亡。东亚国家如果政权在那种压力下崩溃，失序状态中死亡人数恐怕也会飙升。试想一个极端画面，粮荒叠加瘟疫，城市中无法维持基本秩序，病死人和饿死人横陈街头无人收拾，那正是枯骨满地的现实版本。不希望发生，但并非全无可能。说到底，赊刀人这最后一句预言将东亚描绘成灾难的终点站，仿佛前面所有战乱、灾荒最终的伤亡都集中体现在东方这片土地。这不禁让不少人联想到中国古代许多预言中的说法：天下大乱，死人过半。例如明朝刘伯温据传留下的烧饼歌碑文中，就预警过将来人死一半的劫难情景。清朝推背图第45象也有哀哉盛世，骨肉分离的凄惨预兆。还有民间俗语说7人搬一杠，天下无人敢当，意思是未来可能出现7个人抬一副棺材的可怕情形。因为死者实在太多，葬礼都简化到几人联合抬棺匆匆下葬。这些传统预言描述的都是人口大量死亡、哀鸿遍野的末世光景。如今赊刀人也抛出遍地枯骨这般沉重的字眼，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到了这一步，我们不妨总结一下赊刀人4句预言的整体图景：战争、黑暗、饥荒、死亡。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这正好对应了前面提到的世界末日4骑士传说。红马骑士带来战争，白马骑士或一苍白马象征瘟疫与死亡，黑马骑士代表饥荒。而暗无天日的混乱状态可以视作是瘟疫肆虐和社会崩溃的综合结果。换言之，赊刀人仿佛在警告我们，2026年将是人类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几乎所有可能的不幸都要一次性降临。美洲、欧洲有黑暗动荡，亚洲则战乱加剧，粮荒蔓延，疫情肆虐，最终大量生命逝去。这幅图景可谓末日场面的缩影，让人想想都头皮发麻。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可怕的预言，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赊刀人的4句诗是上天的预警，还是无稽的恐吓？要回答这问题，或许得回到对预言本身的看法。历史上关于预言的故事不少，既有成功应验的案例，也有荒诞失准的闹剧。相信的人深信不疑，质疑的人一笑置之。现代科学当道，多数理智的人会认为预言只是一种巧合与选择性解读。就拿西方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来说，他的诗句晦涩暧昧，被誉为百译不如一验，意思是你怎么解读都行，但只有发生了对应事件后再回头看，才能原来这句说的就是某某事。这样的预言当然容易灵验，因为出了什么事总能往里套。赊刀人的诗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许要等2026年年底我们回顾时才能见分晓。在未来1年里，如果世界太平无事，战争避免，经济稳定，丰衣足食，那这预言自然是不攻自破。但如果不幸言中，那我们现在早点了解，至少可以有些心理准备。也许你会问，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假设这些灾难真要降临，个人力量渺小，岂非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倒也不必如此绝望。许多预言流传下来的目的，其实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人警醒，从而尽力避开最坏的结局。换句话说，预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人类的行为仍可能改变结果。就像濒临悬崖的马车，如果有人提前预警前方险境，车夫当机立断勒马，也许就能在悬崖边缘止步。预言的价值正在于此，提醒我们反思当下的道路是否正确，还来得及转舵吗？从这个角度讲，
赊刀人的预言对世界各国都是一记警钟。对大国领袖而言，或许该三思而后行，尽力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不要让野心与对抗毁掉亿万生灵。对普通民众而言，也许我们应该强化粮食与物资储备意识，提高自救能力，而不是对生活掉以轻心。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更需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瘟疫威胁等全球性挑战，以免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可以说，每个人在各自位置上做出哪怕微小的正向改变，汇聚起来都可能改写历史的走向。许多古老的传说中，预言往往伴随着劝善的信息。赊刀人本身就是个颇有道德意味的角色，他卖刀不及时收钱，给购买者一段试炼期，若干年后才上门讨债。在这期间，如果预言成真，那人们可能因他的警示而避开灾祸，这钱付的也心甘情愿。反之，如果预言没发生，那或许是因为大家行善积德转移了灾祸，赊刀人也不一定会再出现讨要什么。一些信奉宿命的人相信，大劫降临之前必有征兆与高人指点，如果人们悬崖勒马，积善消业，就能将灾祸减轻甚至化解。在湖南那位赊刀人的故事中，王鹤也提到，人要赶快自救，行善向善是度过劫难的唯一法宝。这其实和许多宗教教会异曲同工。面对末日审判，最好的准备就是反省自心，善待他人。因为唯有道德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在巨难来临时守住人性的最后底线，进而重建家园。除了劝善，一些预言还给出希望的伏笔。虽然诺查丹马斯的诗多半阴森恐怖，但在东方预言中，经常在描述劫难后接着预言救世主的出现。有句话叫否极泰来，意思是事情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向好的方向。在中国的预言传统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刘伯温预言。据说刘伯温在《烧饼歌》里不仅预见了乱世浩劫，也提到劫后将有圣人出世，拯救苍生的场景。一些解读认为，当人类在灾难中痛定思痛，会迎来一位大圣人，带领仅存的人们重建秩序。甚至有人断言2026年正是圣人现世之年。有的传闻更指向台湾，认为圣人可能从台湾这片土地走出，为风雨飘摇的华人乃至全世界带来新的希望。虽然这听起来颇具神话色彩，难以考证其真伪，但不得不说，在一片绝望预言之中，它为我们点燃了一点光亮，那就是希望。希望乱世终将结束，希望有贤能之人出来力挽狂澜，希望经历苦难的人们最终能迎来雨过天晴。当然，与其坐等圣人，不如我们每个人先从自己做起，把能做的善事做好，把该尽的本分尽到。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如果大家都朝着避免战争、减轻灾难的方向努力，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到预言中那般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预言的目的不是让你看到注定的未来，而是给你一个改变未来的契机。现在2026年已经到来，赊刀人那神秘莫测的4句诗摆在我们面前，到底是天启还是谣言，即将见分晓。回头再问一次，你敢信吗？也许有人依然半信半疑，也许有人已经开始心存戒备。无论如何，我们正身处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1年，国际局势风云诡谲，机遇与风险并存。希望赊刀人的预言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人类可以安然度过这段多事之秋。但假如其中哪怕有一半成真，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也不算白费，至少我们提前认清了最坏的可能，并且明白了自己该如何面对。最后，用一句老话作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灾难预警，我们宁可严阵以待，也别掉以轻心。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总好过事到临头方寸大乱。赊刀人现身的传奇，给我们敲响的正是这样一记警钟，让我们保持希望与理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2026年，究竟是预言中的浩劫，还是拨云见日的新生？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就让时间来揭晓答案。我们拭目以待，也愿天下苍生平安度过这多事的1年，愿预言最终只是预言，愿人间依旧见到光明的天日。2026这一年
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以四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
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机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
百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他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
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亦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以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
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胶着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
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
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
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深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
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
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到，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
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太监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
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
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
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
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加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一直惧怕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您认为主战场会在哪里呢？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中东，毕竟那里长期局势动荡，战火不断。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罕见的一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很可能不在中东。那么，如果不在中东，会是在何处呢？我们将带着这个疑问，一步步展开今天的内容。在探讨未来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主要在欧洲的大平原上，西线的法德战壕和东线的德俄对峙，让欧洲大陆成了血与火的炼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比一战更加蔓延，欧洲依然是主要战场，同时亚太地区也成了战争的焦点之一。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到日本帝国在亚洲太平洋扩张，二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战，横跨欧亚非、美洲参战，战场遍及大西洋。
太平洋的岛屿和亚洲大陆。冷战时期虽然没有直接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几乎将世界撕裂为两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3战爆发，主战场多半会是欧洲的德国边境，北约与华约军队在铁幕两侧剑拔弩张，德国的平原被视为坦克集群决战的理想地带。然而历史和现实总有出人意料之处，苏联解体后，这一想定的东西对峙不复存在，但世界并未从此太平。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局部冲突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战争的热点转移了位置。谈到全球战争，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中东地区，毕竟2战后大大小小的战争有相当一部分都发生在中东。阿以冲突、2次海湾战争，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常年征战，叙利亚内战，中东似乎总处在火药桶的边缘。特别是伊朗，作为美国长期的对手之一，一度被很多人视为第3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候选。那么为何美俄专家反倒一致认为中东不是未来3战的主战场呢？首先，中东的战争更多是局部冲突或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尚不足以升级为世界大战的主舞台。历史上的世界大战都是多个列强直接交锋的结果。1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全面开战，2战则是轴心国与同盟国卷入全球。而冷战期间，中东的战争如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美苏在阿富汗的角力固然激烈，但多数情况下大国没有在中东直接正面交火，更多是支援代理人作战。换言之，中东战争虽多，却很少演变成大国正面决战的场面。其次，3战的爆发需要大国核心利益的直接碰撞。中东确实是能源宝库，地缘战略价值高，但对美俄而言，中东并不是他们生存线上的最后防线。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重要，但相对间接，一旦风险过高，美国可以选择战略收缩，而俄罗斯对中东更是介入有限，主要影响力局限在叙利亚等个别盟友上。总之，中东虽乱，却未必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哪怕爆发冲突，各大国往往倾向于控制规模，避免自己卷进无法收拾的泥潭。再次，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如海湾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看似发生在中东或周边，但实际上本质都是美国与亚洲或欧亚国家的对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甚至更早的越南、朝鲜，这些战争背后都有美国与另一个大国或地区强权博弈的影子。美苏在朝鲜和越南隔空交火，美国在中东打击苏联的盟友，甚至直接削弱苏联的影响力。因此，从宏观角度看，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其实一直在往亚洲转移。中东的战火虽烈，但更多是大国博弈的一部分，而非主轴。所以，美俄专家会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极可能在亚洲，因为真正决定世界大战性质的，将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几个国家直接展开对抗，而这些强国交织的战略焦点已经不在中东，而是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当前，美国自认为的主要战略对手在谁呢？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版图和核心利益在亚洲。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3/4的领土位于亚洲，只有西部一部分在欧洲战略纵深，横跨欧亚。中国则毋庸置疑是东亚大国，因此美国与其对手之间的直接冲突很大概率发生在亚洲。美国自己本土隔着大洋相对安全，一贯的策略就是将战争引向对手所在的那片土地，远离自己的本土。正如过去20年，美军所有重大行动都发生在海外一样，不管是中东、南亚还是北非，美国总是把火力投射到对方家门口。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在地缘政治上走近，被华盛顿视为试图改变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让美国愈发焦虑，开始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来围堵潜在对手，搞得全球局势波诡云谲。这种新冷战态势的最前沿不是在中东，而是在欧亚交界和亚太前沿。放眼全球，凡是可能引发3战的矛盾点都集中在欧洲和亚洲交界处或亚洲太平洋地区。接下来我们重点看3个
被战略家们反复提及的高度敏感的潜在主战场，东欧的乌克兰、东亚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3个区域结构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美俄专家都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区。而围绕这3处，我们也将看到世界大战级别冲突的各种征兆和后果。首先是乌克兰，如果3战爆发，很多迹象显示，欧洲仍是一个主要战场，而乌克兰很可能就是欧洲战区的引爆点和核心。一场大战往往需要一个导火索，而乌克兰便极可能充当那个角色。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就成了新型大国对抗的试验场。这场冲突已经远超传统的地缘纷争范畴，而带有某种代理世界大战的性质。一边是俄罗斯拼尽全力，另一边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源源不断提供军援。乌克兰的土地上，每天上演着人类当代军事技术和传统地面战争惨烈交织的戏码。有数据为证，俄军在乌克兰每日消耗的炮弹数量，相当于美军过去在阿富汗战场3个月的总和。如此巨大的弹药消耗和火力投射强度，在近代战争史上几乎前所未见。乌克兰广袤的国土，某种意义上成了现代战争的兵器博览会和试验场。从巡航导弹、无人机蜂群到卫星情报、电子战，各种新式武器和战法纷纷登场。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重塑了战场规则，令坦克装甲集群寸步难行。而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和密集炮火，又让人仿佛回到大规模炮战的2战场景。可以说，乌克兰战场已经让我们看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冰山一角。更关键的是，乌克兰不仅是地缘冲突的前线，更是欧洲经济的命门所在。要知道，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着巨量的天然气，在战争爆发前，欧洲所需天然气有近 40% 要经由乌克兰管道。乌克兰就像连接俄欧的能源动脉，一旦这根动脉被战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欧洲工业可能因能源断供而瘫痪，欧盟各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全球油气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暴涨2倍以上，引发全球范围的通胀海啸和经济震荡。事实上，自从俄乌冲突以来，欧洲能源短缺和通胀压力就急剧上升，已让全世界跟着买单。如果乌克兰战事再升级，能源武器一旦全面动用，这条牵动全球经济命脉的能源线将成为世界大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除了常规军事和能源因素，乌克兰问题还触及核大国的生存底线。北约在东欧的扩张步步进逼，已经压到俄罗斯的门口。对于莫斯科而言，乌克兰绝不仅仅是邻国，而是关乎自身安全的最后屏障。如果北约军队和武器部署进入乌克兰，俄罗斯传统战略纵深将被压缩到危险的程度。因此，俄罗斯多次对西方亮明红线，不许北约东扩越过乌克兰。普京甚至公开警告，一旦北约越过俄罗斯的生存边界，所有选项都将摆在桌面上。这再清楚不过的暗示了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试想，如果未来北约真的直接参战乌克兰战争，或者在战后把军队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俄罗斯极可能认为本国生存受到了直接威胁。在那种情况下，核大国的底线博弈就被彻底激活，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最可怕的情景。总而言之，乌克兰战场关乎欧洲安危、能源命脉和核战争风险，是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一旦这个火药桶彻底引爆，欧洲将重现大规模战争的景象，并可能将其他大国拖下水，拉开第3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亚洲的朝鲜半岛。这片土地曾在70多年前燃起过惨烈的战火。20世纪50年代的韩战让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包括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强权，一度接近引爆更大范围的冲突。尽管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告终，但南北韩至今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有停战，没有签和平条约。朝鲜半岛一直是东北亚最紧张的地缘焦点之一，如今更被认为是潜在的世界大战主战场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朝鲜半岛除了军事冲突风险外，还隐藏着全球数字文明的咽喉要道。现代社会的命脉之一是国际互联网数据，而东亚的网络枢纽
恰恰经过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据统计，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约 8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依靠铺设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底的光缆来传输。换言之，在看不见的海底，朝鲜半岛扼守着东亚的信息动脉。如果这里爆发大规模战争，导弹和鱼雷在黄海、日本海肆虐，海底光纤极有可能被切断，那将是全球互联网史无前例的灾难。东亚地区的金融交易、科研联网、跨国通信，甚至社交媒体都可能陷入黑暗。一场地域冲突却可能带来全球数据链断裂的后果，让整个数字经济遭受重创。当然，信息断裂还不是朝鲜半岛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半岛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其高度军事化和多重同盟交织的局面。一方面，朝鲜经过多年发展，拥有庞大的非常规武器库。据各方估计，朝鲜可能拥有3500吨以上的化学武器储备，以及20至60枚核弹头。以一个国土狭小的国家而言，这种杀伤力惊人的武器库实属异类。朝鲜几乎成了全球拥核国中最特立独行的一员。另一方面，与之对峙的美国和韩国同样严阵以待。美军在韩国部署了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美韩同盟还有大量常规部队和武器。美军的萨德雷达覆盖范围甚至深入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在此地构筑的反导网不仅针对朝鲜，也让周边大国深感压力。于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种双重威慑结构。朝鲜以核武和导弹威慑美韩，美韩则以先进常规力量和反导压制朝鲜，同时对中俄形成战略牵制。这种紧绷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局势就可能如滚雪球般失控蔓延。最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现已与欧洲战局实现绑定。2024年6月，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了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就包含了共同防御的内容。换句话说，这几乎是一份准同盟条约，若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后来批准了这份条约，条文据透露，毫不含糊地明确了互助防卫义务。也就是说，一旦朝鲜半岛擦枪走火，俄罗斯有义务出兵支援朝鲜。而试想，俄罗斯一介入，美国作为韩国的盟友必然不会袖手旁观，美日韩的同盟机制将全面启动。如此一来，一个局部冲突就会牵动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东北亚战场和欧洲战场被锁链般捆在了一起。假如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远东用兵，北约国家很可能趁机在欧洲方向对俄罗斯施压甚至动武。反之，欧洲若爆发俄北约冲突，朝鲜也可能选择行动，将美军牵制在亚太。这种跨区域的连锁反应让人不寒而栗。总而言之，朝鲜半岛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缘政治定时炸弹，不仅自身剑拔弩张，而且通过条约链条与其他战场相连，一旦引爆，将波及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从数据黑暗到核生化威胁，再到大国直接卷入，没有哪一处冲突像朝鲜半岛这样具备如此多层面的危险因素。难怪有观点认为，朝鲜半岛若出事，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立刻就宣告打响。第三个高位热点是台湾海峡，这里被称为新世界的科技神经，因为一旦台海生变，将对全球高科技产业和地缘格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长期对台湾的干涉和台海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台海冲突正成为中美之间乃至东西两大体系正面碰撞的潜在引爆点。首先，从经济科技角度看，台湾对全球产业的影响力远超其地理尺寸。台湾基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掌握着全球近70%先进芯片的产能，也就是说，全球最新最尖端的晶片有大约 69% 出自台湾的工厂。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晶圆厂将不得不关停或被毁，全球数字经济将瞬间陷入瘫痪。想象一下，没有了台湾供应的高端芯片，汽车、智慧手机、电脑伺服器等高端制造业将面临断供危机。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亚洲各国，工厂将纷纷停产，产业链断裂带来的蝴蝶效应将撼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从 GDP 增长到就业
都将受到冲击。可以说，台海之战不仅是一场地缘战争，更是一场牵动全球科技和工业的生死劫。现代社会对半导体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硝烟一旦封锁海峡，全球经济可能倒退10年。其次，从军事角度看，台海地区几乎汇集了当今最前沿的军事力量和战争形态，可以称作未来战争的预演场。中国大陆和美国都在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许多新技术、新战法因此加速发展。举例来说，大陆在福建沿海的牛山岛进行了电磁轨道炮试验，这种武器能以电磁力在100公里外击穿5层钢板，如果成功应用于实战，将颠覆传统海峡作战的规则，把对岸目标化为囊中之物。此外，美军最新一代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在亚太地区。从美军在关岛的基地起飞， B-21 仅需20分钟即可飞临台湾上空进行打击，这大大压缩了防御方的反应时间窗口。还有各类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潜航器、新式登陆载具，台海可能是未来武器的首次交锋之地。除了武器技术，台海问题还涉及全球2种制度和联盟体系的对撞。一边是美国拉拢的印太盟友，美日强化军事同盟，美日印澳组成4方安全对话机制，甚至打造所谓晶片4方联盟来压制中国的科技实力。另一边，中国强调科技自立，并与俄罗斯声称建立没有上限的全面合作关系，形成相对独立于西方阵营的战略阵营。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了新旧2种秩序交叉点，美国自诩维护的现状秩序与中国追求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大势在此交汇。如果发生冲突，将不仅是局部的军事行动，更可能是2种体系在经济、技术、军事上的全面对决。由此可见，台海战争一旦爆发，意义远超一岛一域，极可能演变成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战争。综上，台湾海峡危机不仅关系两岸人民的安危，更系于全球产业链和大国角力的胜负。一旦开战，它将像击中人类文明中枢神经的重锤，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剧痛。而台海问题背后隐现的中美对抗，更是当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矛盾之一。难怪各国战略家都将此列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潜在主战场。在亚洲讨论中，不得不专门提及日本的特殊处境。有人提出，一旦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日本可能会成为首个被卷入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国家。这听起来出乎意料，毕竟日本现在经济科技实力不俗，但军事和国际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然而正因为日本地处亚洲大国冲突的风暴眼，加之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它在未来大战中反而可能成为各方瞄准的重点目标。日本自2战后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军事前沿基地。美国在日本，尤其冲绳，驻有大量军队，设有空军海军基地、导弹防御设施和侦察监视系统。可以说，日本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一艘不沉航母。对于任何试图挑战美国的对手而言，拔掉日本这根钉子都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如果未来中美在台海开战，美军几乎肯定会利用日本领土作为兵力和物资中转站，因此中国势必要压制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包括横须贺港、美军空军基地等，届时日本国土难免卷入战火。同样的，如果俄罗斯和美国在欧洲开战，日美安保条约意味着日本也是美国阵营的一员，俄罗斯可能为牵制美国而对日动武，例如袭击驻日美军设施，或利用北方四岛方向施压。总之，日本因为绑在美国战车上，将沦为大国博弈的前线阵地。控制了日本，就等于端掉了美国在亚太布设的重要军事桥头堡，极大削弱美国持久作战的潜力。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有动机在战争伊始就打击日本，使之丧失作为美军基地的作用。除了战略位置，日本自身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使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2战时期，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亚洲邻国留下深重伤痛。尽管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周边一些国家至今对历史旧账记忆犹新。如果未来爆发世界大战，攻陷日本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心理和政治收益。对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
这似乎也是某种百年耻辱的雪耻。一旦战端开启，此举将极大鼓舞那些国家的军民士气，形成报仇雪耻的强大动员力。可以想见，中国、朝鲜半岛乃至俄远东地区一些人对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并不缺乏意愿。当然，这不是说别国一定会主动攻击日本，但在多国混战的情况下，日本极可能因历史原因缺乏周边同情，难以像二战后那样得到宽容对待。更复杂的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虽是同盟，实则暗藏戒心。美国扶持日本成为亚太强国，一方面是要其作为抗衡他国的帮手，另一方面也一直警惕日本摆脱控制。历史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戒备从未放松。万一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自身难保之际，也许会迅速接管日本的军事指挥权，甚至直接控制日本，以防止日本趁乱发展自主军事力量乃至反客为主。换言之，真的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日本很可能腹背受敌，外有对手国家的攻击，内有盟友美国的紧紧看管，在大国角力的夹缝中，日本难以全然自主地杀出一条血路。其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资源严重依赖海外输入。一旦战争爆发，海上交通被封锁，日本根本无法持久支撑。而毁灭性的打击，比如核弹，对于处在地震火山带上的日本而言，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强烈爆炸甚至可能诱发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二次灾难，让日本雪上加霜。综上分析，日本在未来3战中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虽然它不是挑起冲突的主要国家，但由于地缘位置和历史恩怨，很可能在战争初期就成为各强权争夺的战场，甚至可能是不幸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第3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将更多燃烧在亚洲的大国交界处，而日本就是身处这种交界处的典型代表。我们已经逐一分析了乌克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3大潜在战区。需要强调的是，这3个战场并非孤立，相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动，形成一张环环相扣的危机网络。一处战火燃起，另一处也许就会闻风而动，进而将世界拖入全面战争。回顾过去2次世界大战，局部冲突扩大的速度常常超乎想象。1914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一场冲突，短短几周内引爆整个欧洲。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不到2年，战火便蔓延到苏联、北非、东亚。现代战争的传播更快，因为地缘政治板块已高度连通，军事同盟犬牙交错，还有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休戚相关。以当下为例，如果乌克兰战事升级到北约直接介入，那么俄罗斯势必要调动全域力量，不仅欧洲东部要血战，俄远东军区也得防范北约盟国在东北亚方向的威胁。这时，朝鲜很可能趁机行动，以报复美韩平日对自己的制裁和军演压力。反过来，假如朝鲜半岛先出现大规模战事，美日韩联军与朝鲜和俄罗斯军队激战，欧洲的北约也许认为俄远东分心，西线压力减轻，从而加大对俄在乌克兰甚至波罗的海、黑海方向的军事打击力度。如此你来我往，整个欧亚两端就像连体双生，一同陷入战火。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的连锁反应。第一步，假如欧洲的乌克兰战火继续延烧并升级，它可能导致俄罗斯与北约直接冲突，那么欧洲的能源供应将首先中断，尤其是俄罗斯经乌克兰的天然气输送停止，这将令欧洲经济陷入停摆，工厂断电停工，大众取暖困难，能源价格在全球范围飙升，随之而来的将是全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各国老百姓都会感到生活成本剧增，经济危机四处蔓延。第二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几乎可以肯定全球晶片供应链将被切断，台积电等无法生产出关键芯片，世界各地的工业体系将像缺油的机器一样戛然停止，汽车无芯片就无法组装，智能手机找不到 CPU， 一大批行业从科技巨头到小微企业都将瘫痪，制造业的崩溃将引发失业潮和社会动荡，科技行业的倒退让人类数十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就算战火远在亚洲，西方国家的普通人也会发现自己买不到新车，手机、电脑价格飞涨，性能倒退，生活品质大幅下降。第三步，一旦朝鲜半岛开战，
将立即触发冷战后从未启动的多个集体防御条约。美韩同盟、日美同盟会出兵相助，俄罗斯按照防务条约驰援朝鲜，而中国作为毗邻大国，也极可能被卷入。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军在鸭绿江边出现，必然有所行动。短时间内，第二次朝鲜战争将升级为包含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在内的世界级对抗。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将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复杂战场，各种力量角逐，战线极其错综复杂。以上三步，每一步都足以动摇世界安定。如果这三个方向的冲突同时或接连爆发，那真将是末日图景。欧洲、东北亚、台海三大经济引擎地区齐现战火，环球供应链全面断裂。战火所及，从北极圈到赤道，从太空轨道到深海海床，没有一处真正的净土。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各方战略专家在兵棋推演中反复验证的最坏情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和覆盖范围远非过去可比。当年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夏威夷的珍珠港遭袭是特例。而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即便美国地理上远离欧亚战场，也难以独善其身。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在半小时内跨越大洋，直击对方腹地。美俄中三国的核潜艇更是可以悄悄游弋到对手门口，随时发射毁灭性武器。也就是说，世界上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所有国家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核武器的存在，尤其让世界大战变成一场人类整体的生存赌博。不管战场起于何地，一旦升级到动用核武，整个地球都将沦为战场，无分前线后方。正因如此，自二战后各国才极力避免直接冲突。然而，一旦局势滑向深渊，核威慑失灵或被迫使用，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除了核战危险，新兴领域的战争也会在三战中登场，使战争形态更加扑朔迷离。例如太空战场，各国的军事通信、导航、侦察严重依赖卫星，一旦冲突升级，交战各方势必寻求摧毁对手卫星。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甚至太空轨道拦截器都可能投入实战。太空中的较量会使整个地球陷入失明状态， GPS 导航消失，全球通讯中断，导弹预警系统失灵，人类现代文明高度依赖的太空基础设施或毁于一旦。我们的世界将重新变得辽阔而陌生，仿佛倒退几十年。网络空间也是未来战场的一线，大国早已进行网络攻防演习，培养网军黑客。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网络攻击将同步展开，电网瘫痪，金融系统被侵入，交通信号失灵，关键基础设施被恶意软件破坏。敌对国甚至可能关闭彼此的电力和水利系统，让城市陷入黑暗与混乱。这种无形战线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只要连上网络，你就置身战场。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大战将是陆海空天、网络电磁全维度的较量，其复杂与惨烈程度远超人类以往的经验。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多次提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界观点出奇一致。确实，无论是美国五角大楼，还是俄罗斯总参谋部，都有不少声音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不会是中东，而将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地区。这种共识听起来有些瘆人，却也反映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现实：新的世界性对抗正在形成。对于美国而言，早在几年前，国防部门就明确提出将重心转向印太地区，视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者。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都强调，中国是最主要的长期战略挑战，而俄罗斯是急迫而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军近年军演的重点，一是东欧防卫，针对俄罗斯；二是西太平洋海空战力，针对中国。美国的智库也多有推演，例如有著名的兰德公司曾进行过一次大型战争推演，假设美国同时对阵中俄两强，结果显示美军处境极为艰难，用4个字总结就是承受不住。模拟中，美军投入的100万兵力在短短2个月内几乎损失殆尽。这样的结局令美国战略界震动，但也强化了一点，未来战争的焦点就在欧亚两端，而不是其他地方。
因为只有在与中俄冲突的响定下，美军才会如此巨大伤亡。正因此，美国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什么，不是在遥远第三世界教训小国，而是要在对手腹地甚至承担本土受袭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碰触红线，但一旦战争无可避免，就要确保主战场远离美国本土，在欧亚大陆解决战斗。对于俄罗斯来说，从军政高层的表态看，他们同样心知肚明未来大战的战场所在。俄罗斯国防部多次强调北约东扩和亚太局势联动的危险，尤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方将此视为北约代理人战争，几次暗示战场不只限于乌克兰。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今年就公开表示，俄朝签署的条约规定了发生侵略时相互军事援助的义务，条约第4条针对的正是发生侵略时的共同防御，这等于向美国敲警钟。朝鲜半岛和东欧战局，俄罗斯将双线应对，而俄军方智囊也分析，如果美国真与中国在西太开战，北约很可能同步在欧洲向俄罗斯施压，俄必须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对俄罗斯而言，最关键的是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他们判断的3战主战场首先就是欧洲的俄邻国地区，如乌克兰、波兰一带，其次就是亚洲的关键盟友地区，如朝鲜半岛。中东当然俄方也关注，但那里若起火，俄完全可以抽身事外看美国线泥淖，没必要自己冲上前线。所以莫斯科与华盛顿罕见地达成共识，下一场真正可能颠覆世界格局的大战，要么从东欧打响，要么从亚洲开场，亦或二者兼而有之，绝不会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印度与巴基斯坦这类局部冲突所能比拟。美俄两国在研判世界大战走向上如此一致，其实折射出整个国际体系潜伏的集体失控。冷战结束后，人们曾憧憬和平与繁荣的新世纪，谁料想风云变幻，强权角逐的老戏码又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而且更险恶的是，这次引爆点分散在多个区域，又彼此关联。大国之间虽不愿真打，但彼此挤压空间越来越小，稍有闪失就可能全盘皆输。当美俄在主战场判断上达成共识时，也意味着危险正在积聚，因为双方都在这些地方严阵以待，部署重兵，一旦擦枪走火就很难控制。推演了这么多可能的战场和后果，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第3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人类会迎来什么结局？有人引用历史的经验说，战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能催生科技进步，比如2战催生了雷达、喷气机、原子弹，战后各国经济重建也有飞跃。然而，未来的世界大战规模和破坏力恐怕远非我们能用进步2字轻描淡写。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有一句预言，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什么武器作战，但第4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能用石头和木棍。这形象地道出了现代全面战争的可怕，极有可能将人类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使幸存者回到原始社会。试想，在3战过后，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城市高楼可能变成废墟，电力网络瘫痪，卫星星链坠落，大气和土地因核武器、生化武器而被污染，我们很可能失去互联网和大部分工业技术，只能退回农耕或游猎的生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核大国之间如果爆发直接冲突，即使侥幸避免了全球灭绝，战后几十亿人无法获得现代供应，整体文明水平必然断崖式下跌，更别提战争期间数以亿计的人员伤亡、流离失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第3次世界大战没有真正的赢家，即使表面获胜的国家也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当今的美国为例，美国曾靠2次世界大战发了财，奠定霸权，但那是因为战场不在美国本土，且美国在战争后期参战收割胜利果实。然而第3次世界大战要么不打，一打就是你死我活。美国再难独享遥远安全，有核武器的对手绝不会让美国本土安然无恙。更何况，美国如今内部问题重重，高负债、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这些痼疾让美国其实很脆弱。一场超大型战争足以压垮美国，经济上美元霸权将动摇，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持久战。
军事上倘若短期取胜无望，盟友可能离心离德，甚至反过来推翻美国的霸主地位。曾几何时，美国的军事强敌只有苏联一个，如今却同时面对几个大国的崛起，越南、阿富汗这些小角色尚且让美军狼狈收场，如果未来真与中俄硬碰，美国能否扛住，充满疑问。美国一些鹰派政客也许以为战争能再次振兴美国，但他们忘了时代不同了，美国恐怕没有第二次机会从废墟中更上一层楼，反而可能万劫不复。对俄罗斯、中国乃至所有参战国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就算一国最终在战略上胜出，国力也必定遭重创，甚至元气大伤，回不到从前。何况现代社会的相互依存如此深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大战打到最后，很可能没有清晰的战胜国，只有一片哀鸿遍野和新的国际格局断裂，繁荣富庶如欧洲、美洲、东亚，届时都将满目疮痍。曾经远离冲突的南美、非洲、大洋洲，也难免受到经济崩溃和环境破坏的波及。总的来说，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主战场极有可能在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多个关键地区，而非许多人想当然以为的中东。美俄两国战略界在这一判断上的少见一致，凸显了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大国对抗的火药桶正竖在亚洲与东欧的交界处，周边堆满了引信，一个火星就可能燃遍全球。我们分析了潜在战场的种种细节与可能性，目的不是宣扬末日论，而是希望唤起对和平的珍惜。人类已经从2次世界大战中付出过沉重代价，没有任何理念或利益值得第3次把全人类推向深渊。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找到出路。那些剑拔弩张的战略姿态，也应当为世界负责任的力量所缓解。当前，无论是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问题，还是台海紧张，国际社会都还有机会斡旋，防止局势滑向失控。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游戏里激情澎湃的胜负手，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毁灭殆尽的灾难。想想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熟悉的街道可能变成断壁残垣，亲人朋友流离失所，甚至不复存在，曾经习以为常的电灯、自来水、网络全部消失，我们将如何面对？所以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战争的风险，远离战争，维护和平才是最大的人类利益。当然，维护和平并非软弱可欺，各国都在做最坏打算，准备应对可能的冲突。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未来战争图景，但正是危险，是为了更好地避免危险。当深渊在前，人类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停步。第3次世界大战能否避免，我们无法确知。然而至少在此刻，绝大多数人仍希望把这场可怕的战争永远关在潘多拉魔盒里，不让它成为现实。如果说未来真的注定有一场终极之战，那我们也希望它是人类与贫困、疾病、气候变化这些共同敌人的战争，而不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理性看待当前的冲突与挑战，尽一切努力防止燎原之火燃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和平来之不易，但一旦失去，我们将失去一切。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警惕那些可能将我们拖入战争深渊的危机苗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最好的负责。愿世界永远保持清醒，在深渊降临前惊醒，绕开那条不归之路。战争阴云下，更显和平珍贵。让我们共同期待，人类永远不需要经历第3次世界大战的浩劫。